女友的白月光回国那天，让我滚远点，别碍着他白月光的眼。他不知道那天我刚拿到癌症确诊单，已经没几天好活了。我滚了，消失在他的世界里。我死后，他却发了疯地说爱我。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今天是3月14日，我的生日。醒来时，女友陈露已经去了公司。我看着床头柜上她写的便签纸，淡淡的暖意迎上心头。我和陈露大学相识，恋爱5年，她对我一如既往的温柔体贴，我们感情很稳定，最近打算订婚。我起床洗漱过后，一边吃陈露给我留的早餐，一边思索今天应该怎么过。按照惯例，陈露会在我生日这天中午订我喜欢的那家法国餐厅，一起吃顿饭，再看个电影。晚上的烛光晚餐当然是不会少的。以往是陈露做给我吃，这次我想试着自己做，于是我早早就买好食材处理好，等待陈露下班给我发消息。可我没等来陈露的消息，先等来了医院的电话。拿到确诊单那刻，我几乎是瞬间就情绪崩溃了。我蹲在医院走廊上，抱着膝盖发了很久的呆，直到视线里一个熟悉的白色身影走过。白色呢子大衣，那是我给陈露买的。陈露长得很漂亮，五官精致，气质清纯，穿白色很好看。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从袋子里掏出这件大衣时，她惊喜的表情。这件白色呢子大衣，她惦记了很久，却没舍得买的。我看出来她是真的喜欢那件衣服，每次逛街视线都会在上面停留很久。所以情人节那天我一咬牙给她买了。尽管那件大衣的价格抵我半年的工资，可如今那件大衣的主人却缩在别的男人的怀里。我僵硬地站起身，睁大眼睛想要确认那究竟是不是陈露，可直到眼眶酸涩，我也没找出半点那人不是陈露的证据。我谈了5年，快要订婚的女朋友，如今正缩在别的男人的怀里。他们坐在医院走廊的座椅上，说说笑笑，不时看向诊室门口，似乎在等诊断结果。我看了眼手机，11点半，距离陈露下班还有半小时时间。上班时间，陈露和另一个男人出现在医院里，举止亲密，说说笑笑。我几乎是瞬间就有些生气了，可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故作云淡风轻地给陈露发了条短信：宝宝，你快下班了吧？订了几点的餐厅，我去接你。消息发出后，我抬起头死死盯着不远处的那2个人。我看到陈露说话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然后又无所谓地放回了口袋里。说不清那一瞬间我是什么感受，我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他们2个接下来的动作给激怒了。陈露扬起白皙的脖颈，红唇贴在了那男人的脸颊上，紧接着脸颊便浮现出几朵红云。我来不及思考，几乎是下意识地冲上前去，给了那男人一巴掌。啪一声，响亮的耳光声几乎让整个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都静在了原地。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我们3个人的方向。我怒瞪着紧贴着陈露的那个男人，还未来得及开口质问，陈露就替那男人还了我一耳光。我不可置信地看向陈露，这个我同床共枕5年的女人，如今她脸上的情绪却让我感到分外的陌生。陈露满脸不耐烦地看着我，语气里满是厌恶：谁让你来的？你跟踪我！我张嘴想要反驳，他却没给我开口的机会。林雨，你如今的作态真令人恶心。恶心？我恶心？我不明白，
明明今天早上他还给我留了暖心的便利贴，才几个小时过去，我就成了令他恶心的人。我强行压下自己的情绪，深吸了2口气，想要知道是不是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才会让他产生这么大的转变。我软了语气，低声询问陈露：“宝宝，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说这些话？今天是我生日，我们有什么误会？回家说好不好？”陈露依旧表情冷漠，甚至不愿意直视我。她撇过头，语气冷淡：“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林雨，你听好了，我要跟你分手。”分手？陈露要跟我分手？一瞬间，我如遭雷劈，甚至顾不上他身边的陌生男人，一把拽住他的衣袖，就要把他拽走。分手？我不同意。走，跟我回家，我们回家好不好？说到最后，我甚至有几分哽咽，带了点哭腔。可这也不能让陈露有丝毫的心软。他一把推开了我，我没站稳，狼狈地摔在了地上。我坐在地上，抱住陈露想要离开的腿，再也顾不得许多，卑微地祈求他不要跟我分手。陈露突然发疯似的踹我，迫使我放开他的腿，高跟鞋戳到我的肚子，带来一阵阵疼痛。我疼得眼角泛起泪花。我最怕疼，陈露是知道的。有一次我切菜划破了手指，陈露不许我在手指完全愈合之前再进厨房。尽管不到2天，那个小伤口就好得差不多了，陈露还是拖着我养了1周。那1周里都是他亲手做饭给我吃。可曾经那样疼我的人，如今正用尖锐的鞋跟死命地踹我的肚子，任由我疼得掉眼泪。我抬头向陈露看去，他挽着身侧男人的胳膊，不时一脸歉意地看向身侧的男人。他看那男人的眼神温柔多情，这眼神我再熟悉不过。曾经无数个夜晚，陈露和我温存过后，躺在我怀里撒娇时，都会看着我流露出那样的神情。只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了，陈露她变心了，她现在爱的是她身侧的那个男人。可人怎么会这么快变心？只几个小时，就从爱到完全不爱，甚至厌恶。我不懂。这时，站在陈露身侧的男人开了口，声音低沉性感，充满磁性。他说：“哥们，你没听到露露要和你分手吗？再纠缠下去就不礼貌了吧？礼貌？我女朋友都被人抢了，我还讲什么礼貌？我和小三没什么好说的。”我踉跄着站起身，死死瞪着那男人。谁知那男人却笑了起来，挑衅一般在陈露的唇上亲了一口，接着又看向我，语气凉凉地说：“你不知道，感情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吗？而且准确来说，你才是那个小三。我和露露青梅竹马，如果不是我出国了，哪里会有你的事？”我气急，终于知道了这个男人的身份，秦志。陈露的青梅竹马，外加初恋白月光。陈露和我提起过他，事实上，陈露经常和我提起他。至今，陈露的微博和各种社交软件里都还留存着那些他和秦志的甜蜜过往。我很介意秦志的存在，闹过也吵过，要求陈露删掉那些东西。陈露却总是说秦志只是曾经，现在我才是他的全部，他今后只会全心全意地爱我。我居然信了，很可笑吧？如今秦志站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轻易的就抢走了我用了5年时间去爱的女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觉得自己很蠢。我绞尽脑汁思索着用来反驳秦志的话，可陈露没给我再纠缠他的机会。林雨，如果你还要脸，就滚远点，别碍着我和秦志的眼。他拉着秦志决然转身，边走边笑着冲秦志说：“阿志，别理他了，我们去吃饭吧，我订了你最爱的餐厅。”
检查结果我们晚点再来取。秦志温柔笑着，手指在陈露鼻子上宠溺地刮了一下，回了一句：“都听你的。”我看着眼前这刺眼的一幕，心痛如刀割，比看到确诊单时还要痛10倍。我把手放进口袋里，紧紧攥着那张薄薄的确诊单，直到它被我彻底揉皱。离开医院时，我盯着那皱巴巴的确诊单看了很久。这皱巴巴的确诊单就像我彻底4分5裂的心脏，被人用刀子捅进去，狠狠绞了绞。我自嘲地笑了笑，把确诊单丢进了垃圾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屋子里空无一人，连灯都没开。很显然，陈露没有回来。也是，陈露如今美男在侧，不知得有多开心，怎么可能回家？我看着餐桌上我为了今晚的烛光晚餐准备的一大堆食材，只觉得可笑。我回到卧室里，拿出行李箱，开始收拾我的东西。既然和陈露分手时闹得那么难看，我至少也该在离开时体面一点，别再招了人嫌。说来也可笑，我和陈露恋爱了5年，同居了4年。这屋子里属于我的东西居然没有多少，全都收拾好，也还装不满一个行李箱。我这才想起来，陈露似乎从来没有送过我礼物。每逢情人节、纪念日，她总是给我转账。我曾提过意见，比起转账，我更想要她亲手挑选的礼物。她却总是笑笑，推辞自己太忙了，没时间给我挑选礼物，让我收了钱自己去买想要的东西。我后面又提过几次，他却多了些不耐烦，觉得我在没事找事，想跟他吵架。于是因为这个事，我们冷战过好几次。每次冷战到最后，我都会忍不住先服软，求他的原谅。所以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我知道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也就不再提了。滴的一声，微信提示音响起，我以为是陈露发来的消息，立刻打开来看，却是订阅号的更新提醒。临退出前，朋友圈冒出了个熟悉的头像，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秦露的头像。秦露和我在一起时从来不爱发朋友圈，连和我在一起时都没有官宣过。我问过他怎么一条朋友圈都不发，他却总是笑着说我不爱发那种东西。可其实我偷偷看过他的手机，他跟我在一起之前发过很多条朋友圈，只不过都私密了，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他的最新一条朋友圈停留在19年8月5日，是他和秦志的合照，文案是秦志要走了，他带走了我的心，我会等他回来的，无论多久我都会等。我不记得当时看到那条朋友圈时我是什么心情，我可能单纯的以为陈露只是被秦志伤了心，同时讨厌上了发朋友圈。可现在这条发布于5分钟前的陈露的朋友圈，就如同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打一样。这条朋友圈让曾经那些我对陈露所有不合理行为的自我脑补和妥协都显得无比可笑。我仿佛一个可笑的小丑。哥们，感情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秦志的话突然回响在我耳边，我摇头苦笑。或许这句话他说的不对，但他有几个字说得很对，不被爱的那个人。我这才发现，陈露似乎真的没爱过我，她看上的可能只是我这张和秦志3分像的脸，对他100%顺的态度。我几乎自虐般强迫自己低头去看那条陈露发的和秦志官宣的朋友圈，配图是2只交握的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闪得刺眼。我接着再去看文案，秦志回来了，珍藏了5年的戒指终于送了出去。我终于还是等到了那个他，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让我的眼泪溃不成滴。原来不是不爱发朋友圈，
只是不想为我发朋友圈，也不是没有时间挑选礼物，只是不想送我礼物而已。一条朋友圈将我一直坚信不疑的陈露很爱我的假象击了个粉碎。我一直很喜欢戴戒指，多次想和陈露戴情侣对戒，可陈露却说她戴不习惯这些东西。我送出的情侣对戒都被她收了起来，却从没戴过。所以陈露的梳妆台里摆着好多个放戒指的盒子，那些情侣对戒从我买来到现在，陈露恐怕都没有拆开看过一眼。我抱着手机一直掉眼泪，泪水模糊了手机屏幕。我抬手去擦，却不小心给陈露那条朋友圈点了赞。我连忙又点了取消，确保没有异常，才松了口气。我像了卑劣的偷窥者，觊觎着其他人的幸福。然后我就发现陈露那条朋友圈不见了，我有些慌，从通讯录里找到陈露，点进陈露的头像去看她的朋友圈，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细细的横杠。我明白我被陈露屏蔽了。我看着只有一条横线的陈露的朋友圈，愣了很久，擦干净眼泪，编辑了很长一串告别语。我想在临走之前告诉陈露我得了绝症的事儿，毕竟他是这世界上唯一跟我关系还算亲近的人。可消息发出去，只有一个鲜红的感叹号。我被陈露拉黑删除了。我打字的手顿住，良久插掉了微信，合上了手机屏幕，想要把手机收回口袋里时，我的视线触及到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我把它取了下来。这是一个人只能订购一对的情侣对戒，要登记男女双方身份信息后才能购买。这是和陈露在一起3周年时我送她的礼物。我甚至郑重地告诉了她这枚情侣对戒的意义，就是我这辈子只会有他一个人。他当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敷衍的是戴了戒指之后就摘了下来，收了起来。我却依旧执拗地戴着这枚戒指，只希望哪天陈露看到我的坚持，也能和我一起戴上这对情侣对戒里的另一只。如今看来，我真是自取其辱，可笑至极。我摘下戒指放在了床头柜上，提起行李箱，转身就要离开这个我和陈露住了4年的公寓。经过餐桌时，我看到那堆我精心准备的食材，脚步停滞。我终究还是想在最后一次为他做一次烛光晚餐，哪怕和他一起吃这顿烛光晚餐的人不是我。我做得极其认真，切菜、烹饪、摆盘都用尽全部心力。最后一个盘子放好之后，我心满意足地看着一大桌子酒菜，转身提着行李箱离开。门锁落下时，我的心也跟着缺了一块。我和陈露的5年彻底结束了。此时我还不知道，在我离开后，陈露会变得多么疯魔。我租了个破旧的小公寓，准备安静等待自己的死亡。不时有电话打来，我多么期待那电话中有一个是陈露打来的。5年的感情闹得这么难看，陈露再怎么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可是没有，一条消息都没有过。哦，对了，我都忘了，陈露已经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删除拉黑了。她就是个绝情的女人。那些电话都是医院打来的，医生问我为什么不去医院配合治疗，并严厉警告我病得很重，不配合治疗我很快就会死的。我每次都答应得很好，说我会去治疗的。其实我根本不打算治了，胰腺癌就算治了也基本活不过1年，更何况我也没钱治病，一次的治疗费用都要花掉好多钱，而我的存款根本没有多少。我和陈露在一起之后，他就劝说我不要出去上班了，他养我就好。我不同意，他就跟我冷战。我不舍得和他吵架，
最终同意了辞去原本的工作，在家陪他。虽然辞职在家，我却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赚钱。我在网上写点东西也能挣点，虽然不多，我都攒了下来，只为了给陈露买礼物。那件白色呢子大衣就花掉了我一大半存款。我如今真的没有多少钱了。那些陈露和我在一起时的转账，我一分没动，全都在离开那天打回了他的银行卡里。所幸银行卡没有拉黑功能。治病对如今的我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我从小被父母抛弃，在福利院长大，为人孤僻，也没什么朋友。直到读大学时遇见陈露，他热情的追求几乎让我瞬间沦陷。从和他在一起之后，他几乎就成为了我的全世界，我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他转的。如今没了他，我也没有其他可以在意的人和事了。其实死了也好，如今的我活着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麻烦吧。陈露他应该也很恨我，恨我在医院里缠着他不撒手。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我挂掉一个来自医院的电话，把这个号码彻底拉黑删除了。我很感谢这个医生坚持不懈地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治疗。这是我在这世界上感受到的最后一丝暖意。可我心存死志，早已没了治病的心思。况且胰腺癌是绝症，不是吗？治与不治区别也不大，多活几天就多痛苦几天。我躺着回忆我和陈露的过往，回忆我悲惨的童年。我想了很多很多，最后我又想到，我如果死在这出租屋里，会给房东造成很大的困扰，房子会卖不出去，周围的住户也会因为我的死而感到困扰。我起身穿好衣服下了楼，去楼下便利店里买了些超级大的用来装东西的黑色塑料袋。我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走路的脚步虚浮，头发也乱糟糟的，整个人如同流浪汉一般。一路上都有人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我浑不在意，拿着塑料袋回了出租房，跟房东说了退房，剩余的房租我也不要了，然后删除了房东的联系方式。我清空了手机通讯录里的所有人，又将手机格式化后揣进口袋里，把那箱带来的行李也全都丢了，然后拿着黑色塑料袋上了天台。我站在天台上，感受着瑟瑟的寒风吹在脸上，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站进黑色塑料袋里，把塑料袋拉到头顶，然后将塑料袋边缘往下拉，在头顶用皮筋固定好，确保一切无误后，我从天台一跃而下，与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我碰不到任何东西，说话也没有人能听见。我只知道我似乎被限制住，不能离开陈露5米之外。于是我安静下来，静静跟在陈露身后，被他带着乱晃。没了我，陈露的生活似乎一点也没受到影响，他依旧按时上班下班。只是这次接他下班的人变成了秦志，他们一起回到秦志的公寓，然后甜蜜拥吻，一起做饭，一起看那些陈露从来不看的综艺。陈露偶尔会盯着角落里发呆，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那是一盆开得正好的粉色郁金香。粉色郁金香是我最喜欢的花，我曾经告诉过陈露很多次，我很喜欢粉色郁金香，如果要送我花，送我粉色郁金香就好。可他5年里从来没给我买过，每次他送的都是俗气的红玫瑰。我吐槽过几次，他就换成其他颜色的白玫瑰、香槟玫瑰之类的。我心一动，忍不住去想，陈露是不是在这一瞬间想起了我？发呆的陈露被秦志拥进怀里，他也看向角落里的粉色郁金香，嘴角带着甜蜜的笑容。他说：“露露，
我最爱粉色郁金香了，特别好看，对不对？我自嘲一笑，原来如此，原来秦志也喜欢粉色郁金香。秦志喜欢的东西，我便沾染不得，所以不论我怎么求他，他都是不会给我买的。陈露沉默了，然后答了声：“是很好看。”后面再发生什么，我没有心思去看。我尽可能离他远远的，缩在角落里，看着地板发呆。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空中飘了。陈露不知道发什么疯，大半夜突然狂奔着出门，连身后秦志的喊叫声都不管。我被迫跟着陈露一路飞奔。他到了地下车库，开上车，继续一路狂奔。我跟着他在空中急速飘着，有些无奈。陈露在目的地下了车，我这才发现他突然开来了殡仪馆。大半夜驱车开来殡仪馆，这女人是不是疯了？当秦露取走那盒属于我的骨灰时，我才明白了她在做什么。我死之后，警察试图寻找我的亲人，可我在这世上就是孤身一人的，没有其他亲人。无奈他们只找到了我曾经居住的福利院的院长的联系方式。福利院院长把我的遗体送来了殡仪馆火化，明天就会举行葬礼。我曾经带陈露去福利院见过院长，院长留下了我和陈露的电话，直到刚才，院长才突然想起来了有陈露这么个人的存在，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见我最后一面，不留遗憾。陈露当然是不相信的，可院长笃定的语气让他有了几分怀疑。他根据院长提供的殡仪馆地址驱车来了这里，可我不明白他取走我的骨灰是想做什么。陈露带着我的骨灰盒子回了那个属于我和他的家，他已经好久没有回来这里了。从和我分手之后，他似乎一直和秦志住在一起。陈露推开门，站在玄关那里愣了半晌，走进去把客厅的窗户全都打开了，然后直直地盯着餐桌上的东西看。我原本还不懂他开窗户是想干嘛，看到餐桌时突然反应过来，他很久没回来这里，那我给他做的最后一顿烛光晚餐岂不是已经腐烂发臭了？我看着餐桌上已经长毛腐烂的食物，有些心疼。早知道会被白白浪费，我当初就应该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全都吃了。耳边突然传来低低的抽泣声，我寻找声音的来源，却看到陈露居然抱着我的骨灰盒蹲在地上，她用手捂住眼睛，指缝里却掉出几滴晶莹的眼泪。陈露她居然在抱着我的骨灰盒哭，我沉默地看着她。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死了，死人是没有心的，所以我内心一点感受都没有。从前的我是最见不得陈露哭的，她掉几滴眼泪就跟我要命一样，什么都由着她，哄着她。可她现在哭到全身发抖，我却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甚至心底有一丝痛快。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恨陈露的，恨她辜负了我对他的爱，恨他把我活着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掐灭了。陈露蹲在地上哭了好久，接着站起来，放下骨灰盒，用手抓着那些盘子里已经腐败看不出原形的食物往嘴里塞。我被他的举动震惊到了。陈露他是不是疯了？这些东西早已经不能吃了，都腐败长毛了。陈露一边吃一边哭，吃几口就呕吐，吐完继续吃，像是在自虐一般。等到餐桌上的食物全都被他吃进了肚子里，他才平静下来，坐着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向了卧室，在卧室床上坐下，他的视线在屋子里四处扫视，似乎看到了什么，发了疯地站起身，冲着一个方向走了过去。他拿起了那枚被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情侣对戒，如获珍宝般捧在手里，又亲又蹭，犹如疯魔了般。他又想起了什么似的，
走到梳妆台那里翻箱倒柜，在一大堆戒指盒子里翻找着什么。最终他拿出和他手里那只匹配的戒指，套在了右手无名指上，眼神中多了些温柔。我都怀疑站在我面前的到底是不是陈露了。从取到我骨灰那一刻起，陈露似乎就不太正常了。他不是把我当作秦志的替身吗？他不是很恨我，一点都不爱我吗？我都已经死了，如今这副痴情的样子又是做给谁看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只是冷眼看着这个曾经我爱如性命的女人发了疯般的自虐。秦志找上门的时候，陈露正攥着张体检单，又哭又笑。那是我死之前检测出疑似恶性胰腺肿瘤的体检单，正是因为这张体检单，我才去医院做了详细检查。陈露不知从哪把这张体检单找了出来，看着体检单又哭又笑。她嘴里一直对着我道歉，可是为什么要对我道歉呢？我死不是他和秦志最想看到的结果吗？秦志把陈露抱进怀里，一把抢过陈露抱着的骨灰盒和体检单，攥住她的肩膀，想让她冷静下来。陈露却哭得更凶了，一直尖叫着想把骨灰盒和体检单夺回来。她甚至挥舞着双手，用尖锐的指甲划破了秦志的脸。秦志吃痛，狠狠地给了陈露一个耳光。陈露，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不就是死了一个林雨？你不是一直把他当替身吗？你不是跟我说你不爱他吗？那他死了，不是正好吗？你哭什么？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秦志的耳光和话语让陈露暂且冷静了下来，他喃喃自语着，像在思考，又像在自嘲。是啊，我不爱林雨，不是吗？那他死了，我哭什么？我明明一点都不爱他的，我明明一点都不爱他的。陈露眼神空洞，一直重复着那句话，像一具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只单调重复着同一句话。秦志看不下去，又给了陈露一个耳光。他一阵见血，指出了关键之处。陈露，你承认吧，你明明爱林雨如命，你明明爱他，却还那么对他，你就是害死他的杀人凶手，你根本没有资格哭，你是个罪人，你辜负了我和林雨2个人的爱。说完这句话，秦志就失望地离开了这里，徒留陈露一个人在原地失神。陈露颓废地坐在地上，重新把我的骨灰盒抱在怀里，贪婪地贴在上面蹭着，仿佛能在上面感受到我的温度一样。他蓦地发出一声绝望的哭嚎，开始痛苦地喊叫：林雨，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我爱你，一串串的我爱你，比我5年加起来听到的都多。陈露绝望地悲泣着，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悲伤。我沉默着，情绪有些复杂。陈露爱我吗？或许吧，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低头看着自己透明的身体，在思考为什么我还是被困在这里走不掉。直到陈露连着几天不吃不喝，然后走上了我自杀时那栋楼对面的天台上，我才察觉到什么。之所以是我自杀时对面的那栋楼的天台，是因为我自杀时跳的那个天台已经被封死了，上不去。我看着陈露拿出了熟悉的黑色塑料袋，紧接着是跟我如出一辙的操作。在他跳下去的前1秒，我都在想办法阻止他的行为。我是得了绝症，死了一了百了。他这样健康的人，却这样不惜命。而且我有些恶毒地想，他有什么资格去死？他就应该活着，一辈子背负着害死我的愧疚，好好活着。所幸他没真的死成。秦志在他跳下去的前1秒将他拉了回来。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了，因为我的身体在逐渐消散。我最后看了眼这个明媚的世界，
由衷的感慨：我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了。如果可以，我想下辈子有个健康的身体，再也不他妈的为情所困了。下辈子，老子要做个多情的浪子，享受人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